是万万没想到，电视剧《绝命法官》的剧情越往后越复杂了。秦玉按照约定杀完韩刚，就送莎莎和他的孩子离开好港，却没想戚长荣这厮挨了好几枪，竟然没死。原因则是这个老六一直都穿着防弹衣，活下来的戚长荣不但绑架了莎莎的孩子，而且黄议员竟然也找到了他。你是旧城帮的老大，如果让你带领发展旧城区，到时候我就做你的后父。黄议员的意思就是让戚长荣破旧立新，把旧城区完全改造成商业地段。到时候戚长荣就是地产大亨，这个名头可比黑帮头头更香。黄议员的心里只有利益的存在，当然还有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。为了拉拢秦玉，他已经给他找好了替死鬼，而且还是一箭双雕的替死鬼。先是几十年前的虎岩木棚区的改造的事情暴露，而老石一直调查当年的纵火案，这里面的内幕只有刘猫知道。可就在老石让刘猫出庭作证的时候，刘猫却离奇的失踪了。不过刘猫却说出当年给他封口费的是一个老外，而且是个警察，所以老石第一个就想到了他的上司达伽马。如果能找到他的话，我还有信心可以抓到达伽马。只是这一切肯定不会那么顺利。就在老石回家的时候，一个女人忽然向他求救。也就在老石拿出电话叫120的时候，女人忽然拿出刀子捅向了老石。要想事情没人知道，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杀人灭口。而且在达伽马和黄议员的操作下，他们找了个毒虫当替死鬼，并且还让毒虫扛下了杀害韩刚的罪名。最关键的是，毒虫一口咬定他杀老石是因为他们分赃不均，这才发生的冲突。这一次的法官就是秦玉，而这就是黄议员的杰作。但我认为，如果用一个案子可以解决掉所有问题的话，就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如果把误杀和贩毒对同期执行，石志阳这个案子最高判刑不超过15年，但韩刚那个是谋杀案，最高刑期要25年。是不是因为秦法官的儿子正在坐牢，所以你对那些囚犯特别有同情心呢？简单的几句话，既表达了此行的目的，又威胁了秦玉，这可能就是顶层操盘者的牛逼之处吧。黄议员为了帮秦玉扫清障碍，更是栽赃了唐队。我们在石志阳的家里找到一个手提包，是属于唐督察的，在里面我们找到一些毒品。我们已经证实了，那些毒品还想冤枉多少个人？与杀死石志阳凶手身上找到的那些是同一批货，所以我们想找唐督察回去协助调查。这是逮捕令，是总部直接下的指令，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。而另一边的秦玉已经审讯了毒虫，在黄议员的操作下，一套行云流水的证据和证词说出来后，秦玉到最后也仅仅只判了他12年的有期徒刑。另外老石也就是石志阳也被当成了黑警处理。当唐队得知这一切后，整个人非常的不爽。他知道达伽马在一个纵火案当中妨碍司法公正，有没有证据？之前有一个证人他失踪了，应该也凶多吉少。如果动用到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去毁尸灭迹，也就是说这件事达伽马的很忌讳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拿这件事情跟达伽马赌一把。老胡从唐队这里得知这一切都跟达伽马有关后，就找到了刘猫的资料，跟达伽马做了一次交易。而达伽马身为总警司，他不想自己的丑事被曝光，也只能同意放了唐队了。而唐队被放出来后，就在第一时间找到了秦玉。恭喜你了，把枪杀韩刚的凶手判了刑。当初石志阳告诉过唐轩，秦玉就是当年木棚区纵火案的一审监控官。于是唐轩这次专程找秦玉，就是查明纵火案的真相。可是秦玉却说，这件事过去了20多年，案子的内容他早就忘了。这个案子的真相很有可能就是石志阳被杀、被陷害的真正原因。至于你怎么让杀石志阳的凶手同时承认杀死韩刚当中的理由，可能只有你自己才知道。石志阳这条人命背后还有木棚区104条人命。不管你怎么失忆，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当初你做法官的初心以及良知。那么面对唐轩的质问，秦玉又该怎么做呢？